大家好，相信所有摩托姐姐的9月份都过得相当的过山车，因为深问我的铁口一再得到社会主义的印证，一会儿是主流加顶流，一会儿是党媒官媒的伪光正歌颂，一会儿又是莫名其妙的莫名撤档。总之，这个社会主义的内部操作手法，让所有的摩托姐姐都消化不良了。至于已经花钱预售票的，真是添堵的不要不要的。然而呢，就像9点3分的超高分电影《活着》的名字一样，活着难道不是最好的答案吗？让申万我想不到的是，鬼马的王炸弟弟王一博居然转身就做了一件事，让申万我反反复复的铁口再次验证当中，这一点转变真的有王炸姐姐赵丽颖的影子在里面。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其实还是被我自己的铁口给逗笑了。因为张翰东八区的先生们也炸了，直接被自己的恶俗炸到下架，评分2.2。央视6公主节目中严肃质疑了这部剧靠差评赢取关注的路线。发生了什么？9月国剧为何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实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我们不能忽视，中国观众对国剧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了。顶流加持，实力派坐镇都只是引子，故事站得住，剧才能火。观众成长必定带动国剧成长，想浑水摸鱼没那么容易了。但9月的国剧格局必然不久就会被打破，因为有更多的好剧来势汹汹。赵丽颖、张若昀、王阳、赵露思、吴刚一众拥有收视率保障的演员手握新剧蓄势待发，鹿死谁手尚不可知，但故事已经揭开帷幕，谁会爆，谁会沉？国剧进步在哪？不足又在哪？比起一味的尬吹尬黑，也就是单纯的鼓掌或唱衰，不如冷静从这份剧单中看一看国剧的未来。非凡医者主演，张晚意、郑云龙、吕小林、王志飞、冯雷。类型：医疗剧。播出平台：湖南卫视。一句话的剧评就是：中国版良医能火吗？这是最令人期待的一部医疗大剧，导演陆川，主演张晚意、王志飞、冯雷、杨浩宇、王耀庆、吕小林，阵容相当靠谱。改编自韩剧《好医生》，不是美剧《良医》吗？因为美剧也是改编自韩剧，但无疑是青出于蓝了。原作以出色的人物塑造和剧情张力著称，但改编是个难题。好在导演陆川一向擅长编导合一，作为他首次执导的电视剧，几乎所有事都亲力亲为。原作的高密度、强节奏也正对他的风格，估计他会用大量细密的视听刺激，不断的撩拨人物内心。本剧说的是天生患有交流障碍的青年医生陈辉，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从一个性格孤僻的怪咖变成了治病救人的名医的故事。看放出的预告里已经是满满的电影质感，有高能惊险分秒必争的诊疗手术，也有琐碎朴实的生活人情，有烟火气息的医院一角。但剧集成败显然在于一个人，张晚意。凭《觉醒年代》《乔家的儿女》等作品出圈的张晚意，表演向来以细腻著称，这种角色类型也是他擅长的，翻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我想看的是他能演到什么程度。剧集具有优秀医疗剧必不可少的对医生的去神话刻画，如果拍好了，既能凸显专业性，也具有科普意义，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医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非凡医者都在努力做到国内医疗剧的顶尖，在触摸国产医疗剧的天花板，能不能成，拭目以待。追光者主演，罗云熙、吴倩。类型：爱情、悬疑。播出平台：腾讯。一句话剧评就是：少年何以琛加少年赵默笙，值得追吗？剧版何以笙箫默可以说是网文改编较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剧不但使钟汉良和唐嫣重回大众视野，还捧红了2位小演员，就是饰演少年何以琛的罗云熙和饰演少年赵默笙的吴倩。这一次2人联手，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吗？从故事看，讲述的是律师罗本与救援医生展颜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故事不是一味甜宠，而是包含悬疑、地震、灾区救援等多重元素。巧的是，上次何以琛就是一名律师，
不过罗云熙只演了少年时期的校园戏份，严格来说并未真正演绎律师的角色。而这次他饰演的罗本是一位成功的大律师，这也是罗云熙在《香蜜沉沉烬如霜》《月上重火》等古装剧后，在都市剧领域发力。而吴倩这几年经历人生辗转，从同龄小花中的领军人物到离婚、复出，新剧《恋爱的夏天》证明她状态已经全面回归，就差一部出圈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导演张彤师从毛卫宁拍摄过小报的《我的城池营垒》，对此类作品相当有心得。接下来就看演员如何发光了。3. 后浪主演吴刚、赵露思。江山类型剧情播出平台优酷。一句话剧评就是：赵露思挑战中医题材正剧能成吗？反正申万我个人还是不太感冒这个古装扮相相当甜美的甜妹子。之前申万我也聊过了，她的百变性跟赵丽颖差距很大，毕竟底子不一样。因为她的甜美如果单单素颜都不用专门烟熏，扮丑就已经可以立马丑到出汁了，让人产生出高反差的幻觉和错觉出来。胡同登陆央八，并且第一单元平均收视破1，标志着赵露思已经成为95花中新一届领军人物。而她下一部作品正是《后浪》，故事讲述了吴刚饰演的中医药大学教授任新征致力于广传中医，辞职创办中医传承班，希望培养出真正能将中医之道传承下去的接班人的故事。赵露思在剧中扮演的显然就是那个后浪。剧集最难得的地方是极具现实的力量。本剧导演韩小军曾多年担任张黎导演的副导演和执行的导演，参与过电视剧《汉武大帝香樟树乔家大院》《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独立拍摄过电视剧《8000香女上天山》《大清盐商49日记》等。本剧拍摄历时4个月，跨越5地，使用230个场景拍摄完成，是一部用心的作品。虽然故事主题宏大，但中医的传承故事看起来并不枯燥，甚至无需添油加醋，真实的力量已足够震慑人心。成败关键就看赵露思和吴刚、江山等老戏骨的化学反应。4. 南风知我意。主演程毅、张雨绮。类型都市爱情。播出平台优酷。一句话剧评就是：程毅第一部现偶剧虐恋高田那一套还可吗？程毅正在风头上，虽然在底线中并非一番男主，但这部剧充分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扛得住现实题材正剧，这是远比番位重要的事情。本剧讲述的是药物研发员傅云深，程毅饰演与外科医生朱舅，张雨绮饰演相爱相杀、互相治愈的故事。看起来它像一部青春偶像剧，实则是一部甜虐剧。剧中程毅的角色傅云深经历了车祸、家族恩怨、生离死别，可以说是最惨男主。爱情加高虐曾经是国产都市剧里百试不爽的配方，但这些年市场风向已变，能不能打动观众，除了男女主的化学反应，就看剧集能不能多点走心，少一些套路。5. 谁都知道我爱你。主演宋茜、许魏洲。类型爱情。播出平台腾讯。一句话评剧就是：重回爱情剧，宋茜能赢吗？刚刚完结不久的医疗剧《亲爱的生命》中，宋茜饰演的杜医生，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都很不错。虽然依然遭遇各种演技质疑，但实事求是地说，宋茜是爱豆转型演员中进步最大的那个，没有之一。本剧中，她重回爱情剧，和男主从学生时期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到历经曲折后，在异地他乡重逢，在彼此伤害又相互关心的过程中相知相爱。故事还是爱情剧那一套，看的是男女主的发挥。导演戴晓哲之前的代表作是《天坑鹰猎》，剧中男女主化学反应还不错，希望他能为这部都市爱情剧注入新意。6. 则君记。主演张雪迎、邢昭林。类型古装爱情。播出平台腾讯。一句话剧评就是：他的翻身之作，改编自言情小说《两只前夫一台戏》，讲述的是家产万贯、容貌姣好的首富之女沈妙与两任前夫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故事。看故事是融合了情仇、权谋、幽默等多种元素，看点不少。但关键还是看张雪迎，虽然这几年她的发展一般，但演技其实一直在线。这种乐观洒脱、大智若愚
的巨甲之家首富之女的角色，显然也在她擅长的角色范围内。邢少林也是演古偶剧的高手，但这届观众越来越爱看起冯匕首的爱情戏码，绝非霸总遇见傻白甜之流的降智桥段。如果剧集真的做到了认真对待剧本，尊重观众，自然能赢得观众的尊重。7. 我们这10年主演王凯、郭晓东、侯勇、焦俊艳、白百合、王雷、杨烁。类型：历史、剧情。播出平台：江苏台、浙江台、东方台。一句话剧评就是：谁说主旋律不能出爆款？一部主旋律大剧，全剧分利剑、一日三餐、唐宫夜宴、坚持、热爱、前海、沙漠之光、西乡明月、心之所向、未来以来理想生活11个单元，讲述了2012到2022这10年里一个大国的故事，阵容相当给力，集结了毛卫宁、侯京龙、王义伟、刘海波、杨洋、库尔班江、刘雪松、安健、李东林、李昂、杨磊、滕华涛等导演。演员方面有白百合、白羽帆、董勇、郭晓东、侯勇、黄志忠、林一、谭松韵、王凯、王雷、闫妮、杨子姗等主演。虽然这几年主旋律大剧特别多，单元剧也不少，但本剧还是非常有特色。尤其是担任剧集艺术指导的毛卫宁，早已凭借功勋中的能文能武李延年一章，证明了自己把握这类题材的实力。这次他自己执导的利剑片，不但使用了大量新式装备，并还原了沙漠旷野训练的开阔场景，显示的是新时代的强军风采，很可能再次成为经典。其他值得一提的还有白百合领衔的唐宫夜宴单元，舞蹈罕见的以主角身份进入电视剧，而王凯和袁弘合作的沙漠之光单元，两位演技男神能碰撞出何种火花，太令人期待了。无论结构还是故事，都展现了该剧的史诗气质，这显然也是主创的拿手好戏。不过观众最期待的还是看到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故事落脚点是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因为优秀的史诗剧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平凡人起起落落的命运始终在与时代共振。8. 野蛮生长主演赵丽颖、欧豪、李光洁、刘威、王劲松。类型：商战、励志。播出平台：爱奇艺。一句话评剧就是：赵丽颖又要出爆剧了，时间点对了吗？您有期待吗？可以说，这是一部阅读期待剧，而且当之无愧。重要的是，就像申万我一路担心的改开剧，在这个闭关自守的大时代当中，还有来自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关心和祝福吗？刚发出预告片就被央视推荐，也显示出剧集的分量。这几年戏路越走越宽的赵丽颖，又把自己的地盘拓宽了。年代商战题材励志剧，只看一个镜头，钢铁女王在风中泪流满面，决绝、果断、凄美。一个画面，赵丽颖在怒火中砸烂杯子。这部剧老带劲了，一看阵容明白了，傅东育加赵丽颖，绝对的强强联合。演员多数是实力派，李光洁、刘威、王劲松、柯蓝、任重等。不过预告片最打动人的还是那股子商战加女性励志的狠劲。剧集还有个很吸引人的元素，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元素溢满了屏幕。剧里的服化道也很有年代的味道，擅长警匪剧的副导的镜头也拍出了那种命悬一线的紧张，让人近乎窒息的剧力和影像力量，这都是同类剧少见的。电视剧女王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不再是甜宠剧里的小妞，而是成了有阅历的酷姐。在商战、爱情的情节中，包含着民营企业进入钢铁行业等一系列历史变迁、时代发展、行业发展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果然，傅东育怎么可能只是拍一部爱情剧？幸福到万家之后，赵丽颖对复杂深度人物的诠释已经得到认可。本剧中的许半夏从小被父亲丢给爷爷，性格冷傲，经历曲折，就好似是带刺的植物。故事好，角色有看点，希望最后呈现的结果不会让萤火虫失望。所谓的大女主不一定要功成名就，不一定要光鲜亮丽，而是能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沮丧、哭泣后依旧能够勇敢站起来的。希望这次副导能拍出一个大女主的气概与决绝。新万我对赵丽颖的转型和发力还是相当信心的，这部剧雕琢一下，放在明年
原本也是妥妥的一年一爆。然而呢，王炸弟弟王一博的《长空之王》该爆不爆，时候不到，让人压根就不敢大意和拖延。新万我铁口多次的关键字就是“能早就早”这4个字。9. 显微镜下的大名主演：张若昀、王阳。戚薇。类型：历史。播出平台：爱奇艺。一句话评剧：历史短剧也该火了。有多久没看过正经国产历史大剧了？这就来了，改编自文字鬼才马伯庸的同名短篇小说合集。故事有保障，不过马伯庸的 IP 改编也有困境，常常是叫好不叫座。何况这次改编的还是一个短片，如何盘活是个问题。而这部剧也给出了答案，就是演员加故事。先说故事，不是熟悉的马王的历史虚构主义，而是实打实的根据真实历史改编，讲的是一个算呆子发现税目对不上，决定一查到底引发的故事。过程跌宕起伏，情节紧张曲折，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总之是有意思。再说这一次主演阵容，就一个稳字。过去张若昀的角色，无论是《庆余年》里的范闲，还是《雪》中的徐凤年，都是少年英才、聪明绝顶的人物。但这次他饰演的帅家模是个执着的算呆子，快砍头了还在算。另外2位主演就像是《庆余年》穿越过来的。吴刚饰演的是当地的富绅贵族范渊，是全剧大反派。再看吴刚演反派太过瘾了。王阳饰演的程认清更有意思，在真实历史里，这个故事就是根据王阳饰演的这个角色程认清所著的一本书《思卷全书》改编的。从预告来看，他戏份不少，和男主从敌到友，每一个眼神都是戏。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奇异而宏大的显微镜下的大明王朝，不仅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形色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且富含着大量的会计底蕴，让人感到新鲜有趣。当这些内容从文字转化为视听语言时，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好在本剧导演潘安子拍摄过《双城记》《重记》、快手枪手快枪手等多部电影作品。电视剧则有朱一龙主演的《盗墓笔记重启之极海听雷》，以娴熟的镜头运用能力和极强的节奏把控能力见长。相比于其他国产历史剧的正剧拍摄手法，本剧从摄影到美学设计都充满了一种电影化的风格，尤其是使用了大量特写，也为历史短剧开辟了一条新路。虽然故事富有新意，但不必一惊一乍，也不必哗众取宠，老实而得体去讲述一个故事，就能够动人心魄，剧力千钧。可以说，接下来的时光依旧是接下来的精彩。电视屏幕、正剧、历史、都市爱情，从题材上来看，可以说依然是百花齐放。10个选项中必看的有：显微镜下的大明、野蛮生长、我们这10年、非凡医者。可以尝鲜的有择君记、谁都知道我爱你、追光者、南风知我意、后浪。虽然题材各异，其实但没有观众不喜欢的题材，只有不用心的创作者。主旋律题材看似枯燥的历史剧，同样可以吸引年轻观众，引爆网络话题。反之，看似目标明确的都市爱情剧，拍不好，年轻观众照样看不下去。2022年将近，希望烂剧退散，希望好剧被更多人看到，更希望能有几部惊喜之作，为2022年的国剧收个漂亮的尾。也希望你在国庆拥有美妙的追剧时光，始终享受故事里的纯粹和美好。因为现实中的纯粹和美好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国庆假期的来临，却让电影国庆档却一波3折。临近放假前才确定了7部新片，相较于暑期档的回暖，11小长假的电影行情可谓惨淡。不仅影视公司的发行、营销策略备受考验，电影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比拼质量和耐力的新阶段。魔幻2022年的国庆档跟以往比冷清了不少，对国庆档确实没什么期待，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太少了。好不容易有个小长假，想看点轻轻松松的。资深影迷王德对 Z-Man 我说，这个假期比起院线电影，他更愿意坐1个半小时地铁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2部法国导演侯麦的老电影。作为电影市场全年最后一个重要档期，国庆档显然没能延续中秋档的回暖。众所周知的，2922年的9月27日，王一博、胡军、周冬雨主演的《长空之王》突然宣布撤档，
让本不富裕的国庆档雪上加霜。要不是甄子丹主演的《搜救》空降救场，今年假期观众就只剩下动画片可以看了。截至目前，国庆档总共定档了7部新片，包括《万里归途》《钢铁意志》《平凡英雄》《搜救》4部主旋律题材影片，以及《新灰姑娘2》《我是霸王龙》《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3部动画影片。从暑期档、中秋档的情况来看，极限定档似乎已经成为电影市场的常态。在失去前期大力营销和宣发之后，更考验影片的实力和口碑。这个国庆档的电影盲盒能让观众满意吗？史上最安静国庆档还有机会逆风翻盘吗？可以说，谁都想不到，撤档、空降、国庆档就像开盲盒。今年国庆档电影的预热期可以用猝不及防来形容。与以往定档之后长线营销宣发的策略不同，今年影片集体只宣发不定档。这份神秘片单直到距离国庆仅剩1周时才被公开。9月23日，《长空之王》《万里归途》《平凡英雄》和《钢铁意志》集体官宣定档9月30日。回顾以往电影市场百花齐放时，观众会关注电影的题材、类型、内容等，在神仙打架的阵容里总能挑出一部想看的。但今年只有黄牛倒卖的明星首映场还算得上火热。王俊凯的粉丝小好说，前几天他的朋友圈里还有黄牛在卖《万里归途》北京首映礼的电影票，主创王俊凯、张译、饶晓志会出席，价格在700到800元左右。同时，某观影团的北京场《长空之王》超前观影活动介绍中，只是提到了主创映后交流，100人的观影名额就有超过6000人报名。不过，粉丝还没有兴奋多久，电影《长空之王》就在9月27日宣布撤出国庆档，没有公布另行上映日期。原本定档的《长空之王》临时撤档，至今还没有正式的解释和官宣，一切都是偷偷摸摸的暗箱操作，一如既往。重量级大片的撤档，无疑给本就冷清的国庆档又泼了一盆冷水，热度直接减了一半。9月26日，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2年国庆档新片票房突破4000万元，《长空之王》撤档之后只剩1000多万元。截止到9月29日上午11点，国庆档新片票房累计预售3452.6万元。除了极限定档、撤档之外，让大家意料之外的还有旧片延期。9月26日，电影《独行月球》《明日战记》和《新神榜》《杨戬哥》《你好》等影片先后宣布密钥延期，将持续放映至10月底。济南新世纪电影城的工作人员张海说，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票房不景气，电影密钥延期其实是今年电影院常态。春节档的长津湖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奇迹、笨小孩、熊出没、重返地球等影片上映后，都有或长或短的延期。暑期档的人生大事2度延长上映，所以尽管今年国庆档7部新片远远少于去年的11部，但是旧片延期一定程度上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延期上映的操作，间接的让烂片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了。阿星是北京一家电影营销公司的策划经理，前2年的国庆档，他负责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就到家》等电影的宣发工作。他说，之前国庆档的电影都是边剪片边宣传，定档之后宣发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一点就到家》我是从8月份开始进行宣传，《我和我的祖国》从7月份开始，都是按照流程发稿子、写文案、做执行、做首映等。而从今年各个档期来看，电影的宣发逻辑正在改变。此前，国庆档定档后大概1-2个月的前期宣发对电影的票房和口碑来说尤为重要，可以最大程度上维持影片的热度，保证国庆档前几天的上座率。阿星说，2019年中国机长另类崛起，在宣发期邀请了很多真实事件主角站台助力宣发，在正式上映前就带来不错的口碑。由于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各方面因素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影片各方都趋于保守，导致今年先宣发后定档成为常态。对于片方来说，这样一方面可以尽量保持影片的热度，另一方面在各大媒体平台先少量分发物料，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撤档，可以尽可能减少损失。比如今年《万里归途》《无名》《中国乒乓》《深海》等电影在9月初先后有物料发出，引发了市场对国庆档的猜测。但《无名》官微在9月5日发布60秒预告后就停止更新，9月13日《中国乒乓》放出6张剧照之后再无下文。为此，中国乒乓同样未能出现在国庆档，各个大片似乎都憋着一口气，等一个最好的时机和观众见面。这也导致了今年整体上芯片发力不足。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目前，2022年有309部芯片上映，而去年全年共有678部芯片。从档期的角度看，最热闹的暑期档比去年少了整整49部影片。今年影片数量总体减少，单部影片院线放映时间延长，这意味着整个市场在时间的过滤下，留给烂片的机会越来越少。只有内容制作优质的电影才有机会在密钥延期的情况下进一步积累票房。过去，电影大多是靠着前期宣发的冲劲卖票房，如今则更考验耐力。比如入围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引入尘烟》，属于小成本农村题材的艺术电影。此前文艺片在院线几乎只能影院3日游，然而由于该片在口碑上好评如潮，加上观众们的自来水安利，《引入尘烟》在上映第9周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逆势上扬，1周拿下5000多万票房，超过此前上映2个月票房的总和。上映60多天后，票房突破1亿大关，整个制作团队都没想到这部电影可以成为黑马。导演李瑞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拍摄前没有做太多市场考量，它既不是大制作，也没有明星加持，拍的东西都很朴素。Shin Wan我为此也专题深扒了多回，因为值得肯定的前车之鉴现在真的不多，相当稀罕。”这种长线放映的模式，早在2014年娄烨的影片推拿上映时就被启动过。对小众文艺片的片方来说，长线放映无疑是积攒票房的救命稻草。但是后来几年，由于国内电影市场商业竞争激烈，大片云集，对院线来说，小众电影的长线放映无疑是浪费资源。排片主要还是为能够保证上座率的商业大片服务，所以真正能够走长线的电影还是少数。今年由于芯片缺失，院线只能通过长线放映旧片来弥补市场的空缺。暑期档《独行月球》在上映第47天票房突破30亿，《人生大事》在上映第9天时单日票房首次突破1亿，在上映第31天的周末，由于口碑发酵，单日票房依然达到了3000万元。不靠前期，靠后期，电影市场的角逐正在考验影片本身的耐力，而部分电影能够后劲十足，也证明了在大环境之下，观众们不是不为电影买单，而是不为烂片买单了。去年包场30场，今年1场都没有，更加消极了。电影市场还没有好转，这是张海在院线工作的第一感受。他说：“我们店算是好地段的影城了。”相比较来说，人流量还可以。国庆档目前的班表是6全职和2兼职，就8个人，最长的班一天要上12个小时。疫情之前的寒暑假，不算上保洁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全职和兼职能有30人。现在平时不太用兼职，只有忙的时候会招。回忆去年国庆档，张海所在的济南新世纪电影城，光是长津湖的包场和团体观影就有30多场，相比之下，今年略显寂寥，1场都没有。张海感慨道：“这家影院的放映间里到现在还贴着威尔史密斯机器人当年大陆上映的海报，真是见证了票房从崛起到衰败。”据EN数据2022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报告，2022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171.9亿元，同比下降37.7%，放映场次首度出现负增长，观影人次同比萎缩41.7%。元旦、春节过后，疫情反扑，影院关停增加，优质内容缺失，清明、五一、端午等小档期表现不佳。6月份进入下半年，暑期档带来一定回温。EN 数据显示，2022年电影暑期档92天产出91.4亿元票房，同比增长23.8%，
基本达成日入1亿元小目标，档期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15.2%。但国庆档的冷静似乎再次反映了影视行业的震荡。不稳定的市场下，影视公司们的寒冬比预想的要长很多。从财报数据来看，电影为主要业务的影视公司上半年的成绩单并不好看。亏损或下滑是这些公司上半年财报的关键词，比如横店影视、北京文化营收同比下降均超过30%。以院线收入为主的万达电影上半年净亏损5.81亿元，同比下滑190.98%。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上半年万达下属影院最多时约410家，同时停业占其国内影院数量的51%，平均单店停业约42天，且影院分布较多的1、2线城市受影响更严重。影视第一股华谊兄弟也表现不佳，上半年上映3部电影，亏损1.92亿元。据统计，负债累累的华谊兄弟4年半累计亏损超过66亿元，这些申万我也都第一时间应和了。刚刚上市不久的博纳影业的成绩单是整体惨淡的市场中的一抹亮色。由于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成功，实现上半年实现营收14.7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1.89%，利润则达到了3.1亿元。对影视企业来说，下半年的国庆档是提振业绩的重要时段。今年国庆档中，万里归途背后所涉上市公司主要有华策影视、横店影视、中国电影和上海电影等。博纳影业参与了《钢铁意志》和《平凡英雄》2部电影，无名的档期暂未确定。今年电影市场的下半场开始于暑期档的回暖，数据显示，2022年暑期档票房突破90亿元，远超2021年暑期档的73.81亿元。但目前来看，国庆档似乎很难延续热度，撑起下半年影视公司们的业绩。也许不少影片都在等明年的春节档，至于能不能出现曾经的神仙打架，影视公司们能不能撑过黎明前的黑暗，还需继续观望。而对于观众来说，走进电影院的理由并没有这么复杂，需要的只不过是一部真正优质的电影。当然了，优质的电影也需要优质的时间，就像优质的幸福到万家要踩在幸福的时间点上才行。申万我之前深扒过了一把张翰东八区的先生们，这部创纪录的低分剧集就是低质的片子，踩在了低质的时间点，不炸就怪了。不是申万我多嘴，从张翰身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艺人身边没有一个说实话的人，大家都在捧臭脚，给艺人们都捧飘忽了。这就是尬吹尬黑的好处了，不知疲倦的尬吹尬黑，会让当事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好，什么是假好，加上他们自身没有什么自省能力，就特别容易飘忽。所以霸总惯了的张翰，接下来的日子需要卸下霸总的包袱，认真的思考人生，倒也是有利无弊的事情来的。现在长空之王断崖撤档，让王炸弟弟王一博同样也有时间静下心思考下一步，转换新路向了。王一博曾经拍完无名就无缝进组长空之王，拍完长空之王就无缝进组热烈，热烈没拍完就进组，这就是街舞第5季。这一次王一博在杀青热烈后并没有进新组，虽然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录制还没有结束，但那毕竟是综艺节目，不需要天天去。习惯了王一博如此敬业的进组的网友们不由得开始好奇起王一博的下一个资源了。从王一博最近的作品来看，都知道他是想要往大银幕方向发展的。对于网络上溜他的一些电视剧资源，大家都没当回事，流量在这里，免不了被人蹭，还能谁都管吗？而在王一博一众网传的资源中，有个电影资源的出现还是比较靠谱的，也是流传最广的，题材也比较新颖。如果真的是王一博的饼，粉丝们也相当满意。因为影片中的男主是个被人贩子安排进大山里假扮老师的青年，以参加梦想秀为借口骗女孩子出山。虽然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好结局，他的人格也一定会觉醒，可前期这个角色还是很带感的。王一博出道多年，参演的影视剧大多都是正面人物，陈宇、雷雨、杨震更是国家的人，一股子正气凛然。出演正剧固然是好，可大家也会希望看到王一博反派的一面。在《陈情令》大火之后，
王一博曾经接受采访，被问及想要挑战什么角色时，他的回答是警匪片中的匪。王一博的性格本就不是安安稳稳的，他喜欢挑战，去玩各种极限运动，从不在自己的舒适圈中多加停留，一定会走出舒适圈，挑战不一样的自我。演员演戏，自然是在以自己去演绎别人的人生，那样也是对一个演员人格健全的形成。可如果一个演员经常固守在自己角色塑造的框架中，就会被观众们定格，有了标签就很难突破。这一点，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苦口婆心的询问我已经说了小2年了吧。沉默寡言的蓝忘机之后是嘴巴说个不停的谢云，内心隐忍的百里弘毅之后是初出职场敢跟上司拍桌子的陈宇。王一博的每一个角色都不雷同，从不会演绎相似的人生。在一切都没有正式官宣之前，我们对于王一博的这个资源是真是假无从辨别，毕竟这也只是网传。可在当初热烈官宣前，很多人也对此不相信，也不会相信王一博居然会跟梁朝伟搭档。如果王一博真的出演这部影片，那么剧中角色前期反派的人设将会对王一博职业生涯角色的塑造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当看到电视上正义凛然的陈宇突然在大荧幕上作恶进行拐卖，即使后期他醒过来了，那对于观众而言将会对他的演技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当然了，一切未曾官宣，任凭网络上如何传言，大家还是等待官宣吧。王一博下一个资源究竟是什么？究竟何时来？究竟是不是电影资源？相信他自己会有一个不错的考量。毕竟即使撤档，粉丝们也提前证明了一把王一博强横无比的票房号召力。要说扔掉包袱，换角变脸，王炸弟弟绝对值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送上独家的祝福。因为王炸姐姐当年的变脸就超级的精彩，让人过目难忘，非常值得。这是一部古装爱情电影，宫锁沉香，萤火虫们都没想到赵丽颖在这里竟然出演了一个恶毒女二。看完电影的铁粉不少都彻底被赵丽颖的演技给震惊到了。没想到大家口中的颖宝演起来反派来是如此的带感，狠狠的小眼神，妩媚动人的身姿，即使是反派，大家还是能 get 到她的美。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赵丽颖饰演的琉璃在电影中的表现吧。琉璃是女主的好朋友，两人一同在皇宫里当差做宫女，两人志向不同，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琉璃一心只想出人头地，所以在当宫女的时候就与当值的公公搞好了关系，希望他能透露给自己点王爷太子的信息，想着自己能够通过这些皇宫贵族们改变自己及宫女的命运。琉璃的想法是好的，毕竟有野心的人谁会愿意屈尊于一个小小的宫女呢？但是就是方法做错了，不想着自己一点一点脚踏实地的努力，反而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天，琉璃意外得到了九皇子的信息，于是本该晚上值班的他让好朋友沉香替自己去，而自己就投送九皇子怀抱之中。但是当晚的沉香也意外偶遇了太子，而太子第二天来寻人时，把琉璃当成了沉香。沉香为了好姐妹的安全，并没有揭穿她。影片的女主沉香设定就是善良、重友情、讲情义，所以即使自己也心慕太子，为了琉璃的生命着想，沉香默默地放下了自己的这段感情。没想到成为了太子妃的琉璃知晓了沉香当初的想法后，竟然丝毫不顾姐妹友情，威胁沉香自愿嫁给一个太监，不然的话这个太监就没命了。一向十分单纯的沉香照做了，后来无意之中撞到了琉璃与九皇子的事情，为了不被发现，竟然把沉香直接关了起来。好在最后沉香用性命担保自己不会说出去，才暂时得以喘息。那边厢太子的一生也并非十分顺畅，在遇见沉香的那个晚上，他正在想念他的母妃，两人没有见面，沉香就是隔着一面墙的距离默默地安慰他，这才让他错认了人。在和琉璃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很重感情、很缺爱的人，
所以他把琉璃当作他的一切。但是没想到，一直在琉璃身边待的小丫鬟才是自己心心念的那个人。后来的沉香的得知太子被关了起来后，恳求琉璃能放过自己去看看太子。琉璃给出了十分残酷的刑罚，只要沉香能从满上炭火的青石板路上走过去，就放了他。沉香虽然害怕，但是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电影最后，太子终于知道了沉香才是自己一直以来喜欢的那个女孩。在眼睛治好之后，直接冲进皇宫，一箭射死了琉璃。而九皇子最终也自食了恶果，太子和沉香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完满的大结局，算是完美烘托出了赵丽颖蕴藏已久的反派功底出来。当然了，这种反差都是宫廷剧的套路，没有土气地气的渲染。来到这个超级魔幻的2022年，以及超级诡异的2023年，更高层次的2个字的突破已经摆在王炸姐弟的面前了。至于这2个字是什么，相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已经耳朵长草了。有时候真的是同人不同命，后悔也来不及。相信完全忽略询问我这2个字，铁口告诫的话，相信后悔药是没有的。这不，冯绍峰离婚后状态一直很差，整个人现在老是被人说特别显老，精气神也不太行。他和景甜的古偶刚开机没多久，有网友就已经在唱衰这部剧了，觉得他如今的状态演景甜的爹都够了。他私下对保养确实不太上心，状态也时好时差。不过角色本身就有年龄差，不行，后期回头再修下加个滤镜。非战之罪的王一博倒是不会后悔，因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王一博有个阿哥雪地薛代言，物料已拍，即将官宣了。认真思考明年，认真考虑2字，或许又是重新的开始，展翅的腾飞。您说对不？